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剧组大手笔操作，黄轩、谭松韵阵容变动引期待。这年头，娱乐圈的剧组一个比一个会玩，而最近这部《美顺与长生》的操作，简直就是年度话题制造机。一边是顶级导演李路执导，一边是演员阵容频频变脸。从黄轩、谭松韵到刘浩存，消息一出，全网的讨论就没停过。有人说这是资源置换的典型案例，也有人感叹李路导演果然懂得制造悬念。可无论如何，这场戏内戏外的阵容变动已经提前为剧集赚足了眼球。要说李路，大家都不陌生，那部现象级的人世间几乎是近几年现实题材的巅峰之作。他把一个平凡家庭几十年的悲欢离合拍出了时代的厚度和人性的温度。观众看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豆瓣评分一路飙高。所以当传出李路要执导新剧《美顺与长生》的消息时，整个圈子立刻炸了。一位业内编剧就曾在访谈中透露，李路是那种对剧本极其苛刻的导演，他不怕改，不怕磨，只怕不够真。双引号。而《美顺与长生》的初始设定，恰恰是那种真的发疼的故事，讲述的是女主刘美顺从一个小镇少女，历经时代变迁，爱与苦难，挣扎与救赎的过程。原本这个剧的核心是女性命运，讲一个女人如何在命运的洪流中寻找自我，听起来就很李路。所以最初业内都觉得这会是一部女性题材的现实主义力作，甚至有望成为人世间的女性版。李路请演员向来不看流量，只看实力。据说黄轩是他第一时间就拍板确定的人选。黄轩的履历其实无需多言，早年凭推拿下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男主提名，之后又在《芳华》《妖猫传》《芈月传》等作品中展现出极强的可塑性。他那种隐忍中带着锋芒的气质，很符合李路剧里那种沉在生活底色中的人物类型。但这次不同，《美顺与长生》给他的角色是一个智障、带有精神缺陷的傻子。一听到这个设定，网友都炸了。黄轩演傻子，这也太反差了吧！双引号。但从导演的角度看，这恰恰是挑战，也是突破。黄轩的演技一直稳，但他最擅长的是内敛、克制、温柔的悲伤，这次却要演出非理性的情感表达。有人说，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的一次冒险。也有人说，只要李路把控节奏，黄轩反而能演出那种疯子般的纯真，像《雨人》里的达斯汀·霍夫曼。李路显然知道他在赌一场大的，一个演员的极限，一个剧组的勇气。相比黄轩的加入带来的惊喜，谭松韵的离开则让人唏嘘。谭松韵其实一开始是最合适的女主人选，她的气质清透，眼神有灵气。她演小人物有种生活味，演时代剧又有那份坚韧劲。不论是以家人之名中的细腻情感，还是我们的日子里的朴实生活感，她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就喜欢有厚重感的剧。有圈内人爆料，当初接《美顺与长生》时，谭松韵非常兴奋，说这个角色能让我演出女人的一生。但剧情改动打乱了她的节奏，原本女主为主线的故事突然被改成大男主叙事，主角从刘美顺转移到长生身上，剧情重心瞬间偏移。这种改动对一个女演员来说意义非同小可。这不仅仅是戏份减少的问题，更是角色表达空间被压缩。谭松韵在采访中曾说过一句话，我喜欢的角色是那种能让我看见人的成长的角色。双引号。当美顺与长生从女人的命运史诗变成男人的成长史，他或许就已经有了决定。于是不久之后，他果断辞演。
这份体面离开，既是遗憾，也是他坚持的艺术底线。谭松韵一走，剧组立刻启动了 B 计划，接棒的是新生代演员刘浩存。刘浩存的履历其实很亮眼，张艺谋导演的亲闺女，出道即巅峰，1秒钟悬崖之上四海，资源一个比一个硬。但也正因为起点太高，他一路都伴随着争议，观众对他的评价很两极。有人觉得他天赋极好，镜头感强，也有人认为他的情绪层次还不够丰富，缺乏人味。这次搭档黄轩，网友的反应是有点悬。一方面，黄轩的表演层次太深，一不小心就会压住他；另一方面，这种女性命运加精神病态男主的设定，需要极强的共情力和内在力量。但换个角度看，刘浩存或许正需要这样的机会。他太久被贴上某女郎的标签，却没有一部真正属于他的代表作。如果能在《美顺与长生》中演出突破，那将是他从被选中的幸运儿到自我完成的演员的转变。只是观众买不买账，还要等播出那天。《美顺与长生》的剧本改动是整个事件的核心。据内部人士透露，原本的剧本围绕刘美顺展开，讲她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代的命运起伏。而新版剧本则更强调长生的成长、命运与牺牲，刘美顺成了陪伴她成长的人物。这种改动在业内其实并不少见。一旦投资方、平台或导演认为男性叙事更容易破圈，就会调整结构。但美顺与长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原本的女性题材基础太强，于是观众难免觉得惋惜。好好的女性史诗，硬生生被改成了男性传奇。双引号，这其实反映出国产剧的一个顽疾，创作层面依旧存在对女性故事的不自信。哪怕观众已经越来越喜欢《繁花》我的阿勒泰这种人物驱动的戏，但资本仍然倾向于押宝大男主线。李路敢改，但他也清楚风险，一旦平衡不好，观众会觉得失焦，改得太猛又容易得罪老粉。不过从李路过往的作品来看，他向来能在现实厚度和情感张力之间找到平衡点。也许这次他又想拍出一种新的人间烟火。网友热议，阵容一变，风向逆转。剧组变阵后，网友的评论几乎一夜之间刷屏。有人支持黄轩刘浩存组合挺新鲜，可能会擦出新火花。也有人质疑谭松韵走了，这剧味儿都变了。双引号，更有粉丝直言这是改剧本害了好演员。双引号，但从话题度来看，美顺与长生已经赢了一半。毕竟现在的观众对幕后风波比剧情本身还感兴趣，各种爆料、猜测、分析视频在短短几天内就冲上热搜。谭松韵辞演美顺与长生，黄轩挑战智障角色，刘浩存接棒再战大岛轮番登榜。这场风波反而成为最好的宣传。其实美顺与长生的变动并非孤立，在当下的影视行业里，剧本方向常常要兼顾多方导演的审美、平台的数据、投资方的诉求、演员的接受度。有业内人士曾直言，一部剧真正拍成，至少经历10次大改。尤其是现实题材作品，更容易陷入艺术与商业的拉扯。李路想讲人性，但平台要讲热度；演员想演深度角色，但资本更青睐流量。这种矛盾几乎存在于每一部想拍得好看又要卖得好的剧中。而美顺与长生的阵容风波，其实就是这种矛盾的一个缩影。结语：一场变动，也是一场考验。说到底，美顺与长生的故事还没开拍，剧本仍在调整，演员阵容也未完全定稿。但光凭这几波消息，就已经掀起了不小的浪花。观众的心情其实很简单，只要作品够好，
谁演都行。但观众的敏感也是一种热爱，他们希望看到有情感、有温度、有现实共鸣的作品，而不是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设定。李路懂得这一点，黄轩也懂。或许刘浩存也会在这部剧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突破口。一场阵容变动并不意味着失败，相反，它可能是新化学反应的开始。我们当然希望《美顺与长生》不只是一场娱乐事件，而是一部能让人重新相信好剧还在、真情还在的作品。